我是主持人张军伟，硅谷分会的会员。然后这次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李宏伟博士和王晶博士，我们一起聊一聊 AIGC 商业落地的问题。在我们第一期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些AIGC 的一些技术，无论是 token，无论是 vector database，然后一些新的算法的模块。然后我们这一次更多的是 focus 在如何商业落地，在有 AI hype 的情况下，我们都承认有技术突破，然后同时又有泡沫，如何抓住一个比较好的赛道，然后 fundamentally 去 improve 改变大众的一个生活，这是我们这次 talk 的一个主题。嗯，那在我们正式去聊之前，我们可以让嘉宾都互相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然后介绍一下自己的公司，自己公司从事一些什么样的业务。这样更方便的我们在未来的聊天当中，去能有的放矢的去针对一些问题更加深入的讨论。好了，要不王晶师兄，王晶，好，多谢俊伟介绍多谢各位小伙伴来参加这一次的直播我叫王晶，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经历，我是在国内完成的本科学，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然后之后到美国波士顿大学读博士读的是强化学习专业，所以在我读博士那个时候，强化学习还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行业，当然后来变成了一个显学。我们当时导师说，就是说全世界做这个领域的人就能装在一张船上。事实上，如果那个船沉的话，这个领域就完蛋了幸好没有人把那个船击沉了。现在人数比较多了，大家就比较安全然后我毕业了之后呢，就加入了这个谷歌工作首先是在谷歌做广告业务的这个 AI 的落地，之后呢，谷歌的 DeepMind 的业务做出了 AlphaGo，就希望在 AlphaGo 的技术能够在谷歌内部商业化应用。所以后来因为我的背景既有强化学习，又有广告业务的商业化落地，所以后来去做这样一个东西主要是把强化学习应用到比如说 YouTube 的视频流推荐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后来我离开谷歌之后，加入了一个B2B 的一个创业企业工作了一阵子，后来去做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创业公司。我们公司叫做 Storytel，就我们的愿景呢是要化繁为简。那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企业中，由于现代企业的分工比较明确，那么在工作的流的过程中，实际上会不断的产生知识的汇聚，同时也会产生知识的壁垒。不同的这个企业部门会产生对于这个知识的这个不同部门的知识的一种分工。比如说客户部门知道更多客户的，但产品部门可能知道更多的产品。这些就形成了大量拉通对齐的这个需求。那么以前可能在公司里面就是通过不断的开会，或者说有专门的产品经理把大家拉到一起来。我们认为 AI 能够更有效的完成这样一个使命，而且storytelling 实际是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希望实际上就是通过大语言模型，把企业里面的数据用好用活，能用自动的方式把大家的这个信息都汇聚起来，实现拉通对齐，并且为大家节省时间，提升增效。所以我介绍就到这里。哈维要谢谢不介绍一下？王晶博士。嗯。好的，好的，哇，王经理这个这个介绍引人入胜啊，这个我也进入他的模板是吧？对，大家好，我叫李宏伟，然后大家都圈子里面都叫我哈维，然后我呢是本科是在中科大的计算机，在中科大读了一个计算机的 master， 做10多年前做 computer vision， 然后后来呢，因为对机器学习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就来这个北美的 UC Berkeley 去念了这个统计和机器学习的 PhD， 然后呢，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就加入了 Uber， 然后当时在 Uber 也是负责做当时 Uber 的客服的第一个全球这个智能任务推荐引擎，然后用到很多王晶刚刚讲的这个强化学习还有很多传统的机器学习的一些方法。然后后来呢，我又在 Uber 陆续做过与 Uber Freight 相关的还有 Safety 相关的一些事情，就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商业的这个模式。我在 Uber 待了4年，4年之后呢，我就加入了 Airbnb，从最早一个高端出行部门开始，然后结果疫情期间，整个部门被裁了85%，然后这个部门后来 business 就不做了，基本上接近不做了，反正所以后来我就到了Airbnb 另外一边就是主要是做 NLP， 然后现在的话是主要是大语言模型的一些应用研究诸如此类的。然后呢，我也跟硅谷的一群小伙伴在做这个创业项目，然后我们目前的产品叫有 Topic.com， 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输入这个
我的这个名字旁边啊有 Topic.com 这个名字，然后有 Topic.com 呢是一一个真人与 VR agents 可以共生共存的一个新区社交平台。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用户可以参与到你任何感兴趣的话题，然后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有趣的这个 AI friends， 对吧？然后你还可以去区别一些哪是真人哪是 AI 之类的一些很好玩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通过 AI 和人在一起，能够让 AI 有机会去跟人的真实互动，以这个环境的交互去学习到最好的人类是如何去做一件兴趣社交这件事情的，然后如何能够帮助人们去更为有效的和有趣的去呈现他们感兴趣的这些信息，并且一起聚在一起讨论啊，这个参与到整个社区的这个共建中来。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产品正在建设，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这个 waitlist。waitlist 早期可能我们会比较邀请的一帮这个用户，这是我们主要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也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介绍。好，运伟，回到你。好嘞，谢谢两位的介绍。那我们正式就开始背上你们刚才去 share 这些公司的 context 愿景以及你们这个 education 的一个 experience，我们就开始讨论一下，就是说在 AIGC 这个风生水起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 specific 这个赛道来开始我们的创业，开始我们的这个 journey，而不是其他的？这个是由于我们以前，比如说在 industry 受过的 training，会有更多的这些 data 呢，还是我们本身发现，哎，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会 money driven 的，还是兴趣 driven 的，还是的确是一个商业的痛点？如果是商业的痛点，那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如何验证这个 market fit？这就是一个商业痛点，还是我们自己你知道臆想的，是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应该去做这么一个酷的事情？对，所以 in summary 这个问题就是 why 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个，而不是做其他的？我想对，就这个话题，我跟这个两位朋友去讨论一下，就为什么要选这个赛道开始去做这个？要不王晶开始？行，那我也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其实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这个赛道还没有这么火。我们成立在22年，在 ChatGPT 火之前，所以经常有人说撞到风口了，我们是被风口撞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非常仔细的研究过，没有几家公司在做这个事情。当然 ChatGPT 火了之后，大家现在可能做的公司会比较多一些。我待会也会提到说，对我们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先介绍一下说为什么我会做这样一个方向。我觉得对于一个创始人来说，选定方向它一定是有2个驱动，一个是内在的愿景驱动，你想做什么，你想让世界改变什么。没有这样一种能量或者愿景，你不会出来创业，对吧？创业毕竟是九死一生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对世界一定是有一个愿景，这是第一。确定你宏观的方向，那么具体要做什么，那一定得是外部驱动。你不能说你对世界的愿景，它一定是要发生，你必须得有客户的 validation， 就是客户的验证，必须有人愿意为之买单。那我就从这2个方向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方向。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对世界的愿景，就是显然我是就是因为我整个职业生涯的过程中都是做 AI 的，对于 AI 是有非常执着的一个热情。那么具体到说做大语言模型，其实这和我的工作经历是有关的因为我在谷歌的话，原来是在谷歌大脑做这个强化学习的落地。那么当时在谷歌其实主打的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说过这种自然语言对话推荐，可能当时在强化学习可以使用到这个里面。那么其实我在很早的时候，包括在 BERT 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深刻的感受到这个东西就是未来。所以在17、18年的时候，我已经可能看到了很多未来所不能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当时我们组其实是做 Duplex， 现在我们组的很多成员都是在做 BART， 所以在自然语言处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这个当时我可以感觉到，第一就是说非常的震撼，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认为这一个领域里面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在这个前面。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大的方向的话是，在我以前做的这个推荐系统，包括广告落地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当时是说我们要 focus 在注意力经济。可能有的小伙伴们没有听说过注意力经济，就是说整个广告商业的模式，或者说整个 YouTube 视频流，或者是抖音视频流，或者是我们今天看的微信视频流，它的本质商业模式是
用免费的产品汇聚大量人的注意力，然后把这个注意力销售给广告者，那么去获取这个利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产生一个错配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当时在用强化学习利用在大量的这个视频流推荐里面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提升用户体验，但是提升用户体验并不一定会提升用户时长，那么这会导致一个内在的逻辑。所以从这个逻辑出发，我认为真的好的商业模式，那必须是使用者和付费者是一致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AI 的其实一个大的一个潜在的应用领域应该是 AI 加生产力在 To B 领域的应用。其实当时，那么基本上通过这些逻辑的推演，我就基本上想到了是要做大语言模型、To B 企业端和这个生产力应用，那么这个方向。然后看准了这样一个方向之后，我就一直在探索这个方向里面具体到底是需要做什么。那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创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中是要寻找创业合作伙伴。那么每一个合作伙伴其实都会带有自己的这个对未来的一个愿景。那么我其中一个合作伙伴呢，他实际上是以前是一个 C 轮公司的一个 CEO，他其实有管理200多人的一个团队。那么其实他每天在公司管理和运营中就会发现很多的痛点。具体的痛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好奇说为什么我这个产品进度跟不上啊？他就想要去问一问，就是为什么。然后可能离 CEO 因为离一线业务会非常非常的远，那么可能他会需要拉很多人过来开会，但其实也并不一定会得到其中的这个要点其实这里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企业里没有一整套的数据中获取 insight 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当时发现，企业里面最大就是关于企业生产力效应的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英文里面称之为 silo， 就是说数据的不同的部门之间相互无法进行打通。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储存的 knowledge， 但是相互之间并没有办法进行沟通，也不能够很好的流转到需要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部门领导其实他想知道我的这个部门里发生了什么，但是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办法。那么从这个角度的出发，我们意识到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那么包括会议的摘要 summarization， 其实是企业里面大量的时间被消耗在这个上面。那么我们就从这个点上开始出发。当时具体到最后去做我们现在这个方向实际上又是通过另外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跟大量的企业主进行聊天沟通，我们去询问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一个痛点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模式，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很多会需要去参加，那么如何去解决这样一个痛点，那么最后落实到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产品。所以这件事情就总结一下，就是本身站在巨人肩膀 Google 的，无论是 Google Brain 和 DeepMind 这儿，我们已经看到了未来。然后呢，有自己的一个倾向性。然后后来呢，再跟这个业界当中本身打过仗的，有 end-to-end 的这种经验的人，我们一起去 code 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市场调研，最后去 align 好，找到了这样一个 market 进行切入，解决一个商业的痛点，是吧？基本会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非常好，我觉得俊伟，我们需要你帮我们来这个准备数据，非常好的 summary。谢谢，我会帮你们标记 data 的，可以的。那宏伟师兄呢？我来讲讲我们这个例子啊，就是说刚才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讲这个如何去选择这个机会或者方向的问题，对吧？我可能我相信每一个 founder 可能他选择方向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考虑和角度。但是有从大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刚刚跟王晶讲的也很类似，就是说如果去选择一个方向的话，你肯定需要考虑多个维度。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客观的很重要的问题，对吧？很多人是有这个问题。同时的话呢，你也希望是说这个东西跟你对未来的判断和愿景是一致的，就是说你是意见你很 passionate， 你觉得未来会发生个值得促进去发生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说也是一样，就是说你这个也要考虑一下，就是说在自己的团队这方面是不是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是吧？所以一般是这三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集，如果是缺失里面任何一块的话，可能都很难持续下去，是吧？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做Utopia Town 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其实本质上这个初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我们想，我自己对兴趣社交很感兴趣，我一直都是各种兴趣社交平台的一个深度用户，然后我是很关注于从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然后比如说这个最近这几年，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经常就抱怨说有些信息不知道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其实看到更多的情况是，我们经常觉得这个信息太多了，太杂了，无论你去推特也好，知乎也好，那个地方觉得信息是扑面而来，对吧？反正很多人的话会有时候，我甚至看到有朋友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啊，或者 Facebook 上去求朋友们推荐，或者是求甚至是比如说某些领域这样的推荐啊，或者说推特下面是吧，找相关的人去问说，哎，你觉得关于某某有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些内容或者资料？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在信息大爆炸的时候，反而人们很恐慌，就是想找那些真正值得信任和与自己觉得很相关的一些好的有质量的内容。所以我们想真正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去做的话呢，它又有本身很大的难度，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朋友的圈层不一样，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对吧？比如说有的人像这个王晶或者俊伟是吧？有可能你们朋友圈层非常之大，哇，可以知道很多很多很好的一些信息，哪个领域里面都有相关的朋友啊之类的，就可以给就是保证说你的这个信息的筛选是非常有效的，对吧？但是对于很多其他人而言未必是如此。那我们就想说，最好的方式是，如果大家因为兴趣在一起，又能够分享这个跨平台的任何一个平台上的任何这种内容的话，而且还可以给出你为什么推荐的理由，以及分享给谁这种就是更加个性化的一些这种交互方式。那在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还涉及到就是有些现在信息发展很快的话，你有时候也需要是对于信息有一个就是这个速度有一个 awareness。那么人去做的话，有时候未必能够覆盖得很全。那这个时候就 AI agent 就出来了。而我的话呢，一直恰好一直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愿景，我一直很坚信，我觉得未来的 AI 一定会成长成为人类的这种 peer 这种 level，peer 就是同伴啊，就是说它可以跟你做同样的事情或者类似的事情，而且还可以向最好的人类学习。所以我们想的是，如果把 AI 一堆 AI agents 这个各种角色、各种这种能力的 AI agents 跟人类放在一起，能够让他们有生存的压力。至于怎么施加这个生存的压力，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说，他一定要向这个最好的人类学习如何去做好，比如说把信息找全，并且能够跟人去这个沟通和交流，还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认识。比如我和俊伟都对 AI 技术很感兴趣，但是我们以前不认识，那么可能有一个 AI 镜子，他跟我有个交互，跟俊伟有个交互，他甚至可以介绍我们认识，对吧？这样子的话就形成了人跟 AI agent 是个网状的这么一个连接的结构。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一个问题、一个愿景，还有从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兴趣出发，那么这个所汇聚成的决定这个机会。而且过去我也想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一直觉得在技术上实际上是觉得很难以做到，因为我过去做的项目里面，我在 AI 里面待了快20年了，对吧？然后从本科的时候就感兴趣，然后平时工作也是做的与 AI 相关的，但是我过去很早在创业的时候就直接说想要去做一个 AI 的 startup， 但是现在我觉得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除了有这个推理的能力，最近正在蓬勃发展的这个 agents， 就是赋予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 大语言模型所那个 power 的这种就是 agents， 还有使用工具的能力，这一下就把这个可能性变得很不一样了。所以就可以模拟人性，跟人自然的交流，同时可以去为人类去筛选和推荐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信息，并且能够对人的兴趣深刻了解之后，能够把人与人之间可以对接起来。这我们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说把这3块拼板给拼齐了，所以这是我们觉得一个很值得去尝试的一个方向。感谢两位的分享。我有一点点的 echo，就是你看，可能过去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说啊，很多企业它要做各种的数字化转型，是吧？然后我们需要去把从物理的世界到一个 cyber 的一个世界会有一个对应。那我们现在其实你们两位的这个 startup 是 focus 在 knowledge，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了这些 data，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 knowledge 的一个分享，就是更加的有用的信息，抽象一层。然后王晶总的公司呢，这你看会有点像当年的 Google 那种感觉，就是说 OK 我要去 explore 很多很多东西，然后 extract 出来这些有用的 knowledge。然后宏伟师兄呢，反而是通过人和人的关系，一个 social network， 就相当于说当年 Facebook 那种，我要通过人去找信息，或者人和人中间的去 share 这些信息再 share 出来。20年好像风水又轮了一下，就是大家又通过一个我纯的一个机器的算法，我就硬干我牛嘛，是吧？然后我这样去打破你的一个消息壁垒。还有一个就是说 ，OK， 我以人为中心，我们围绕它去开始做各种的这个信息的对接，去搭建。OK，good to know。来，我们可以到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是这样，就是我们建立这个 startup， 我们有这个愿景。
但是长征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我们会不会有那么几个点需要去 pivot 一下的这个方向？如果 pivot，比如说 OK，作为 CEO 或者 CTO，你看到了这个方向，你很难用个人权威嘛，是吧？就是说，哎，我就要这样走。你如何去保证下面的 team 其实最后 buy in 这个 idea？因为大家当初过来的时候跟你干，大家是觉得我们 sell 的一个 idea 是要 sell A 或者 sell 给 VC，是我们要干 A 这件事情。但为什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突然又变成了一个 B？就是这时候如果保持这个 team 或者是对内的一个 team 的 align 好，然后对外的，比如说这个跟 VC 的关系保持一个 align，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在往前走，而且这样可能这种转型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有过这种例子吗？如果有的话，就是非常欢迎去 share 一下。对，要不还是从王博士开始。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公司做的产品其实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帮助大家更好的、有效的 align 在一起。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企业文化，就是要 dog food，就是要我们自己使用我们自己的产品，怎么能够用产品来帮助我们全公司都能够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并且能够高效的去做到这样一件事情，而不是通过很多的会议来做到这个事情。我们这个过程中，首先分享一下，我们肯定是有 pivot 的，就是说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startup，它是肯定是会需要的。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做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垂直的一个会议的一个 summarization。其实当时的点非常的简单，就是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软件用这个 Auto 的 summary， 但是大量的人用了这个 Auto 的录音当时有一个这个会议的这个文字，但是也没有人再回看这个录音。那么我们能够给他做一个 summary 的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就会很好。那当然大家知道现在 Otter 现在也在做，因为美国基本上大的这个会议视频的话都会在做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呢，其实做的更重要是连接。我们的强项就是说，比如说 Otter 的数据是 Otter 在这个，或者说 Microsoft Teams 的数据是在这样。那么我们强项是，如果通过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包括这个 Chat 的 interface， 把这个数据打通连接起来，得给人赋能增效。那这其中既有共性，也有不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如何让团队都能够认识到我们那个什么是我们这个公司在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很重要的，第一，我们是客户驱动的一个公司。那么具体到一个是客户驱动，一个是数据驱动。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客户给我们的反馈，那么所有的都会进入我们的系统，然后由我们的所有条件汇总，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客户顾问。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去能够自己去发掘、去询问、去探索我们的客户到底在想要什么。那么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独立的获得这样一个共同的结论。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做这样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坐飞机的话，如果是说那个大家都相互就说我们如果是相互两之间都要去配对的话，去 align 的话，那可能就是 ON 方的这个开会次数。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去从一个共同的原理里面独立的获得结论的话，就是 ON。那么我们其实通过这个，我们就是有效的运用工具，把这个 ON 方的这个信息 align 复杂度变成了 ON。那么对我们公司来说，align 倒不是说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做好这个流程。其实比较难的难点是如何把所有的数据都汇聚起来，进入我们这个系统。这个我们花费了一点时间去来打磨这个东西。当这个系统真正做好了之后，大家每天看着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有 ground truth，alignment 就不会是特别困难的问题。就所以说，相当于说，在一个生产环境当中，我们加了一个辅助线或者辅助点。这个点呢，就是说我们的 customer， 然后在不同的层级的这些员工当中，他们可以看到 customer 的痛点是什么，然后又是一个 customer obsession 的一个 company， 它自然而然的就会这样去align，它就能理解我们的业务线的各种的调整。是吧？就是引入了一个外面的一个信息，而不是说 OK， 我是老大，我这么说就是对，就是牛的，不是这种一个从上而下的这么一个理解方式。OK， 对，而且我们把企业文化里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企业文化就是 Market Signal is a North Star。我们外部信息，我们是一个客户驱动、外部驱动的，这样的话就是要避免这个内耗。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一致对外。另外的话，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这个实际上都是方向都是一致的。
在这个过程中。OK，宏伟师兄呢？好的，我觉得王晶讲的特别好，然后我就来这个补充一点我们的这个看法，我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 pivot 这个事情呢，我在做 startup 之前我就这么想的，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做 startup 的朋友啊，创业公司的朋友，然后经常会在一起聊，然后这个 pivot 是经常一个聊起的话题。那么 pivot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极少有成功的公司没有 pivot 过。我曾经看过一个统计数据，在很多成功的，比如说独角兽以上的公司，他们如果就是符合企业或者商业定义上的 pivot 是平均是7次，一家很大的公司平均要 pivot 是7次，然后那么很多失败的公司可是一次都不用 pivot 了，对吧？所以 pivot 有时候是个好事，这首先第一个不要太过于负面去看待它，其次的话，我觉得从本质上讲，做创业的话跟读博士有很多共通之处，就比如说你选一个不确定性的方向，对吧？你总会你在做之前，其实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到所有发生的情况，并也没有办法去保证说你对这个市场也好，对这个问题的这个领域也好，会有一个就是100%知道所有的信息，对吧？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一个从不确定到确定的一个过程，需要去探索，那自然就涉及到有风险，你有可能会看错，有可能会踏空，对吧？那最重要的是说，你要决定什么时候 pivot，以及 pivot 到哪个方向上去，是吧？所以这里面就是也涉及到军伟刚才讲的如何跟 team 跟这个团队保持一个一致。那么这个跟团队保持一致的话，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有很多一些技术性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说，其实你像无论是团队也好，VC 也好，甚至是你的客户也好，它都属于你整个做创业过程中这家公司的一个扮演着某一种 partner 的角色，对吧？大家是一起合力做这件事情，也可能市场比如说不认可，那也就是说另外有一方其实不认可这个事情的，对吧？那最重要的是，大家最初做的时候，一定是在整个愿景上是能够一致的，在选人呢，包括这整个 team 之间，这一个也很重要。那么这个好之后，你还需要的是对整个过程中的这个决策体系啊，要进行一个也是要对齐，就是说你大家知道说这个决策是应该怎么做，不能说就只有真的没有最后做决定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所谓的成功，应该是有一个 common 的定义的，失败可以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成功的定义可能就是你要定一些你的北京指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或者一个什么样的 milestone，对吧？那就是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你在什么时候决定，哎，可能这是一个不得不 pivot 的一个时刻了，对吧？或者说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战略性的 pivot 的时刻。那么决定，比如说像哪一个地方 pivot 的时候，也是很重要，就是能够保证是依旧保证的，从原则上讲是去解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 team 大家能够 align，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真正有热情去解决的问题。那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其实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创业团队的一帮人呢、我觉得一般能够坚持1年以上还在一起的人，他们其实都是从愿景上是很深的，是有相似性的，就绑在一起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只要保持好的沟通的话，其实决定朝哪个方向去 pivot 的，一群人的讨论能够保证 debates，最后也是很容易达成一致的，并没有那么难，其实，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时候 pivot 以及怎么样一个 pivot，怎么样去选方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的答案。那就是说，OK，在 startup 之前或者招人之前，其实我们本身就找到了一个打引号的臭味相投的一些人，然后大家本身就有 ambition，有这些愿景，我会去搬运，不仅搬运你这个 idea，然后看到我们其实也做到也是你这个人是这样，这个 leadership，然后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本身也设置好了我们自己的 North Star，比如说 OK，就是如果达到100万用户，然后大家在比如说开会的时间，或者是知识分享的一个东西，有一个 benchmark，我们能达到这个，设置了一个 boundary，然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说服我们整个一个 team，无论是传销好掉头啊，或者等等其他的业务线上的一个发展。OK，那这样啊，就是说作为 leader，在一个 startup 当中，那我们如何去平衡这个马上盈利呢？还是要继续 growth？因为宏伟师兄以前是在 Uber，我之前也在 Uber 工作过，在那个过程当中的 VC 的融资环境，然后大家无论是在滴滴是在国内是吧，我需要烧钱，然后去获客，然后在现在的这个融资环境，或者说从你们自己的 taste 来讲，你们是如何看到，哎，我要马上去盈利，还是我要现在疯狂的去先把 growth 烧完之后，再看怎么去把奶给挤出来去变现，这个你们是如何去平衡的呢？很好的一个问题，王经理先来。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盈利为主还是以增长为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在不同的这个公司的阶段，其实是要选择不同的这个 strategy。
首先一个是公司内部的一个 alignment，就是说公司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状况。对于 AIGC 的行业里面，其实我个人来分享来讲的话，现在普遍行业里面的观点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有意思，在企业里落地，已经找到了一些很不错的一个场景，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仍然会有比较多的 friction。那么 to B 企业就是一般大家提增长，大家一般想到，比如说是 Uber 呀、Facebook 呀，增长是比如说我通过广告获客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增长的方式，有一套这个哲学。但是to B 的行业里面增长其实它是有另外一套哲学。那么最好的增长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获得一个企业能够进入一个企业 land，然后你可以从企业里面的一个部门到其他的部门是 expand。然后这个用户对你的这个非常喜爱你，所以就会 refer， 并且有的用户在比如说硅谷的离职率其实非常高的，平均的工作时间4年，认为有的用户非常喜欢你，他离职会把你带到新的公司里面，他也会带来这种增长。那么其实在整个 to B 企业里面的增长主要是靠产品内部，包括一个是你公司和客户沟通的一个流程，比如你客户成功部门，你是不是很好响应用户的反馈，能够通过用户的反馈来进行产品的迭代，和你产品本身的一个是否解决了痛点，那么是否能给它体能增效，那么自然而然会带来一种增长。那么这个增长和盈利之间的矛盾其实并没有像 to C 行业里面会那么的明显并且整个比如说美国 to B SaaS 企业里面资金使用效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增长和盈利并不代表说你需要靠花钱来做增长。在 to B 企业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的你会需要有一点花费一点更多的资金来做一些增加更多的 needs， 但是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增长应该是由产品驱动，并且由客户的 customer happiness 来驱动的一个增长，那么它自然而然也会带来盈利，至少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这个需要一个 either or 的一个，就是说你只能2选1的这样一个选择。这样子。好的，行，那我谈谈我的看法吧。我觉得这个是否应该是偏重于立即盈利呢，还是继续增长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不同的这个产品类型肯定是有不同的这个策略的，甚至同一个产品类别里面的一些产品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策略。主要是在乎说你为什么去选这么一个优化策略，对吧？就是俊伟也提到，比如说 Uber 啊，比如说 Airbnb 啊，可能他们的各自的优化策略都是不太一样。我个人观点就是说，在现在特别是与 AI 相关的这个产品里面呢，比如说工具类的，或者说这个 SaaS 类的，对吧？这个里面，因为它主要主打就是一个价值交换，这个时候其实去 focus on 这个马上盈利呢，或者说至少 focus on 它的盈利的这个潜在可能呢，我认为是比较优先的一个策略，因为你其实希望能够测试出来用户是不是真的是很需要这么一个工具或者这么一个服务，对吧？但是比如说你如果是 to C 类的，然后工具的角色不是那么强，比如说你是不是比如像我们的信息社交平台，对吧？它其实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需要取决于一个人口基数效应和网络效应，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把这个数据和人的这个飞能够赚起来，就是像刚刚之前王晶提到过的，这个 attention economy 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商业的这个变现的一大类，对吧？所以最终是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唯一的就是这个成功与否的决定，就是看你这个增长曲线能不能做起来，对吧？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时候，那早期的时候，这个 focus on 这个增长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早期想盈利的话，你无异于把自己的这个可以涨成一个很大鸡的这个蛋给炒着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阶段，甚至不同阶段对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策略。这两者之间可能也不一定是一个完全就是你是某一类公司就只能选这个，你是某一类公司只能选这个。早期可能有一个这种清晰的这么一个趋势，到后面可能逐渐在不同的时机会清晰这个 gear。懂了。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取决于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是什么。To B 大家可能希望的是，因为你 subscribe 我，你付我钱的，我慢慢实现盈利，本身呢就是一个用户的一个声音，然后我也知道我这个 market fit。但是如果我们本身想打造的就是一个 networking，那它本身就得有足够多的人，然后通过足够多的人，大家的互相的 connection 才会去产生收益。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先把这个 growth 这件事情给做起来。所以就是 it really depends。OK， 好嘞。对，那我也可以再是这样啊，补就是说，充一点，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就像刚刚 Harvey 说的，军伟说的，跟这个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有关系的。
我也可以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做 To B 啊，或者 SaaS 企业，它其实也有一种内在的一种 tension，就像哈维刚刚说的这个做 To C 行业的嘛，增长和盈利，它会内在一个 tension 在这个地方，你不能把这个下金蛋的鸡给杀了，对吧？你必须得把它养大了，然后才可以。那么其实做 To B 企业虽然不存在说这个获客增长的这种 tension 的话，其实会有别的增长，因为一个企业其实一个技术如果其实一般来说 To C 应用会比较先，因为 To C 应用它是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你只要做出一个很好的 demo， 大家就会用。那么当一个 To C 的应用进入 To B 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可能是10倍以上的事情，甚至才能做到一个类似的一个应用体验。你必须要有数据的安全性，一个合规性，然后整个过程的数据的隐私性，包括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你整个系统架构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得更加细致。而且整个比如包括这回复的这个准确性也必须得达到另外一个量级。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需要大量的这些投入。那么这些投入可能是产品的 build， 可能是在技术上的一些投入，或者是相应的一些深化类工的一个需求。那么它会产生这个 To B 企业和我们把资源花费到深化类工上，还是把它花费到直接可以卖出产品的 feature 来，这样一种内在的一个 tension 在这里。那我下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们很多情况下是 leverage 最底层的这些foundation 的这个 model， 它的这个 improvement。那如何，或者说作为一个 leader， 我觉得作为一个 developer potential 可能 OK， 这个 manager 交给的任务，或者是说我对一个上下游，我对有个 cohort 的一个问题有一个理解就 OK。那作为 leader，如何说避免我们做的这个方向恰好跟 OpenAI 或者等等这些做 foundation model 的公司去撞车？可能以前比如说我套一个壳，或者是说，哎，我帮你去一些这个吐小币的公司去做一些部署，我就可以赚一些这个辛苦钱。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 OpenAI 或者其他的公司，他说，哎，我 for business 这个部门，我各种的 privacy 给你解决的都差不多了，那一下子这些公司呢，它突然也就没生意了。那我们在lead 我们的 team 的时候，我觉得前面是用户，但是后面好像也会出现这些 foundation 的 model，那我们如何保证，哎，没有跟他们撞车，可以保持我们的这个基业稍微澄清一下？这个大家是怎么思考的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行，那这次我现在回答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就像，对，这个就像那个大家经常讲这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吧？这个你最好不要成为车轮上的这个发挥。其实这个也好，所以就是说，就是对于这个大模型而言的话，一般现在小公司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能力和财力去开发这个大模型的，对吧？肯定都是几个主要的玩家，对吧？那就是 OpenAI 啊、Google 啊、Microsoft 啊、这个 Meta 啊这些公司。其实每一家公司它去做这个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它都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 taste， 就是这个品味的。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说像一个很大的车或者很大的船，它在前行的过程中，它的前行的轨迹是相对是好判断的。然后，就是大家千万在这种时候就不要说，因为我看到这个大语言模型好像在某一块好像做的不够完善，我就去把这一块给做一做。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如果这个东西足够重要的话，又对他们这个很符合他们前进的这个方向的这个 momentum， 就这个关系的话，他是肯定会做的。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之前有一帮公司拼了命的说我们要做这个 multimodality， 对吧？就是多模态。但这个东西显然OpenAI、Google 这些都会去做，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前进的方向。但是也有很多东西，他们这个大的公司也不一定会去投入很大精力去做的。最典型的例子，比如像 Tomer 这个 AI， 它去做这个自动这个 PowerPoint 的生成，对吧？可能比如说 ChatGPT 有一天会推出一个功能，是它你输入某种模式的这个 prompt， 它可以告诉你这个 PPT 的大致的这个 outline 啊或者什么之类怎么弄，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强烈的兴趣，会说，我要跟 Microsoft 的 PowerPoint 连接在一起，我要去做跟你生成很漂亮的 PowerPoint， 同时还可以生成 Google Slides， 同时还可以生成 Adobe 的 PDF， 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对吧？所以像这种类似的应用，我觉得大概率 OpenAI 这种是不会做的，不是说绝对不会，但是大概率他们不会去做这种需要跟很多其他公司进行这个集成类的这种事情，对吧？他更多的想扩展这个大语言模型本身是越来越智能。越来越 powerful 的这个底层能力。所以呢，在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过去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要在这车轮下面去走路，第二个是你不要就是说没有护城河的，比如说像俊伟之前提到的，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套一个壳，只是提供一个很微薄的这种价值的话，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护城河的，很快不说被这个大模型碾死，你可能会被一堆人所卷死，或者是你这个利益很大又被碾死，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是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也好，领域也好，有足够的深的一个理解，确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大致的判断是不在他们那个前进的方向上，我觉得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是避免的。而且大家也不要这么悲观，因为像之前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很多人判断像这个 Grammarly， 对吧？大家可能知道一个产品，然后那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嘉实多的 AI 都会死掉。我个人的判断是我觉得这些小公司不会死掉，因为他们真的是拿命在拼了一个底子，他们一定会想到好的办法能够存活下去，能够找到一个具有差异化的其他一些方案去做的，对吧？一样也照样能够跟以前一样成功，大概率啊，不是绝对保证。所以呢，就是这是我的一点观点了，就是说不就是需要注意，但是也不必恐慌。对，我也非常同意哈菲说的这个观点。然后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并不是说 OpenAI 就要跟所有的人竞争。其实我个人并不觉得我们和 OpenAI 是处于一个竞争关系。OpenAI 是来帮助我们，没有 OpenAI，我们在硅谷这么小的团队，要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场景的一个量级或者一个产品的话，我需要招聘多少人？是不是？OpenAI 实际上是把一个底层的能力，把它做到了一个接近商业化的一个能力，并且通过 demo 的形式，让大家展现了无限的可能。但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里面的提能增效一个工作流的问题。就像哈维刚刚说的 ，OpenAI 有没有这样一个 taste 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 OpenAI 其实它卖铲子就很舒服了。就另外一个举一个很好的例子，英伟达有没有动力要来做企业端提能增效的问题？它卖 A100的 GPU 已经非常挣钱了，不管谁去做什么，他都得买英伟达的这个GPU。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稳定可靠的生意。那 OpenAI 它有任何动力去做每个企业里面的吗？没有，它只要能够做好这个平台型的一个铲子，能做好一个像英伟达这样一个生意，对 Open 来说已经很好。当然，它也会碰见很多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在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对于尤其是创业公司，对于很小的创业，像哈维说的，你是不太可能会有能力或者资源去自己做完全的大模型从头到尾来做的话，如何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些巨头竞争之间所产生的这个机会，其实是对于创业公司一个很重要的，并且对于硅谷来说，经常来说，每一代新的模式里面都会产生新的这个公司，就是新的技术范式和新的商业模式，它毕竟是相互交融的一点，而且就是新一代 AI 原生的公司的话，一定是就像哈维刚刚说的 hungry， 去真正到每个具体的场景去挖掘它实际上使用的一个特点，这样的公司才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的未来，也不会惧怕这个 OpenAI 的竞争。而且事实上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你很多的当然我就说举 To B 企业的例子来说，他用了这个企业端就用了个人端的 OpenAI 的这个工具 GPT 的这个模型，他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那么他想要在工作流里面进行使用，但是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用，你很难把一个 demo 用到结合到自己各种的工作流里面来，那么他就会 naturally 需要去考虑说我有没有其他的工具，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可以 fill this gap。所以我们个人认为并不和 OpenAI 存在竞争的关系。就像哈维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说，可能会存在竞争关系的是，谁能够把 OpenAI 的能力用得越好，谁能够更快的在这个企业里面立住，你能够有效的、高效的建立护城河，最后能够在一个行业里面做出自己的一个相当于 own industry，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我觉得可能作为 leader 当中的一个非常 hardcore 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现在这样说一点稍微虚的，就是我们展望往前数这个一年，那你觉得你们的公司一年希望长成一个什么样子？或者再换成另一种方式，假如说现在你突然有了不大不小的一笔钱，比如说10个million，然后在你这个账户上，你准备用这些资源呢，怎么去 scale 你这个公司呢？当然涉及到公司经历就不要说了，
但是我其实想通过这个问题了解两位这个 leader，就是你对你的公司这个愿景啊，或者是短期的一个愿景，你觉得它需要长成一个什么样子？哎，可能是比较又 match 到了现在这个行业的一个春的一个发展。对，1年之后，我们希望长成什么样子？宏伟，这次宏伟师兄，好，行，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展望未来是吧？这个具有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问题，对，非常值得去想象一下。我个人一直创业的动机里面很大一块，除了解决真实世界的重要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是一个愿景驱动的，我对未来很期待，对吧？我希望能够提前去预知一些未来生活的场景里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去加入这个潮流里面，把它给带入现实里面来，是吧？那比如说1年的时间虽然也不长，但是其实我知道最近的话，我们很多人在我们周围圈子里面很多人在讲这个 AGI 的事情，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对吧？其实我个人的观点相对来说，在这一点上是相对比较保守一点，在于我不认为在5年之内 AGI 能够实现啊，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是能够实现的，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整个大语言模型离 AGI 这个距离还其实代表相当大，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体就是 AI agent 这个事情，一下子能够让我看到一点曙光，在于它能够在受限的场景下面，能够让这个一定的就 AI 的这种行动主体啊，它能够，我相信它能在受限的场景下面能够做得跟最好的人类一样好。那这样子的话，也就会发生很大的威力，对吧？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所设定的这个场景边缘里面，能够看到通过一种群体智慧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人类跟 AI 在一起，能够把 AI 能够 train 成它真正能够在我们所指定的这个任务期里面，能够做到这个一样好，甚至更好，能够，但最终目的也一样是服务人类。就比如我们说的愿景里面，希望能够很便捷的帮助大家能够去获得自己感兴趣的这个信息，同时能够让这个世界更加连接起来，更加 collected。同时呢，也能希望大家有更强一种归属感，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后疫情时代是一个很孤独的时代，对吧？所以是我希望能够促进更多人与人之间这种连接。所以1年之后，我希望至少在这个角度、这个方向上面，我们能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步。就是在 AI agent 的方面，就是人 agent 和人放在一个大的社区里面，互相去互相去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我们自己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希望在特定的问题当中，其实会有一些这个比较 promising 的一个结果。OK，那对王晶博士呢？对，就是说，因为这个行业发展确实会非常快嘛，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其实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规律，就是大家可能短期会过分乐观，对于长期又对，非常低估。那么我们可能现在处于一种非常乐观，可能有的人会说达到下风或者是这样，但是显然是还在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 hype 的一个阶段。大家可能在于比如说对于这个大模型到各行各业的落地，其实普遍处于一个非常乐观的。但是你如果在从业者中来做的话，其实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做，那么只有这些能够把这些工作基础打牢，工作做实，能够真正建立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平台，能够很好的以客户驱动的方式来做出一个很好用的产品，解决工作中客户工作中的需求的这样一个公司，最终才能够获取这个企业这个行业增长的红利。那么我们预计到就是说，其实在大模型到企业落地里面有非常多的工作，那么还需要去做。那么如果对于未来的展望来说，如果还有10个 million 的话呢，我们肯定会把这个投入到这个上面，包括整个企业数据的一个架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其实我们个人刚刚提的也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 to B 企业应用的时候，怎么把数据弄起来，怎么把数据非常有效的进行整合、进行 transform， 其实这些工作你必须得做得好，大模型才能表现得好，这些其实都是要壁垒。对，因为我知道好像即使是在 AI agent，比如说他想获得一些机器人的数据，根据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好像我们也没有足够多的这些 training 已经标记好的机器人的数据去 support 这些 AI agent 去做，所以 sometimes 大家就可能通过各种的其他的那种文章公众号，在
透支了很多，可能透支了10年或者20年的愿景，然后在这时突然想获得了一个10万+，但是代码总得一行一行的去给码出来。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让一个 Copilot 一起去码这个代码，但是有很多很多 fundamental 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脏活累活，但是就得很多的 engineer 或者 PM 的时间和这个心血堆进去，去把它变得比较 solid，OK 才能梦想成真。那这样，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私人化，那就是作为 leader 如何保持你自己的这个学习性呢？就是以前可能比如说是 scientist 或技术出身，那如何保持在比如说 OK 我在管理上，如果在爬公司 ladder，那当然本身可以有很多见习的这种机会去做 manager。那比如说特别像这个王晶博士，那如何从原来是做一个 scientist，然后突然变成了一个 CTO co-founder，就变成了很多的压力加在你身上啊，这个是如何去调整的？然后宏伟师兄，以前就是 OK，我会有一些管理的经验，然后我飞扬缩力的这个学术上的经验，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个 social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platform，它因为 social 它不是说仅仅对我们这个 team 10个人或者20个人，但是你其实面对了 the public， 那 the public 当中呢，就是七嘴八舌，什么都有。那我们如何去保证这种跟他们一个比较 smooth 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效果，而又不是说那种打哈哈，你明白？说把这个问题给掩盖进去，我们通过这个纷繁复杂的信号当中能 pivot 能抓出一点东西来哦，我们下面的可能用户想说的是这么一个痛点，而不是说一匹更快的马。potential 他可能真的就是想要一个汽车，对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能力是如何去获得，或者是 in the long run 我们有什么一个方法论，让我们去慢慢获得这种解决问题的这个 sense 呢和能力呢？对，就是如何去保持自己这个持续学习的一个能力。王宁要不那我要先来？我先分享一下，就是说，确实是我本身之前像俊伟说的是更加是 scientist engineer 这样一个 background，然后现在做到一个技术管理 startup CTO，这个中间的转变其实非常大的。我也是在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中，我感觉到有2点对我其实帮助非常大。第一点就是说建立一个 mental network， 就是3人行必有5师，就是你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创业并不是说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创业的，有很多人创业走在了前面。在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虽然公司不一样，碰见的问题其实会非常的类似。那么如何能够构建一个很好的一个 support network？ 有很多和你在一起在路上的，有的可能是比你在前面一点点的，可能刚刚经历过的一些你的困难的一些相互进行支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去相互获取更好的建议，就是 thought partner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包括我的整个岗位的转变的话，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对整个技术全站都非常的了解，前端包括整个软件的部署，可能我以前并不是特别了解这样一个东西。那么现在在我这样岗位里，我不仅需要了解，而且我需要非常快速的了解。那么我其实会经常使用 AI 的工具，也就是 Storytel 我基本上我们的软件基本上每天我们所要看的所有的这个书，我都会全部把它 upload 到我们这个软件里面，那么随时跳用。所以 Copilot 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在学习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的 support network， 能够良好的使用工具，就是这主要是。所以就都是变成了 Copilot， 一个是创业的物理人当中、物理网络当中的 Copilot， 然后一个是我们最新的一个 AI 的产品当中的知识当中的一个 Copilot， 然后物理的人和实际上对远胜先哲给我们的一些同时的 support， 能让我们这样能保持的更好，学习的更快。对，是的。那宏伟师兄呢？好，我其实我觉得王晶也基本上说到了我答案的这个主体的部分，然后我总结一下，其实我以前跟周围的这个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跟他们总结过这样一个事，就是说，其实首先第一个就是好人好事，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什么个意思呢？就是说第一个肯定是好人，就是你要找到优秀的人，特别是一些优秀的这个前辈也好，同行也好，就是可能是王晶刚刚讲的 mentor 类似于这种，对吧？然后呢，可以跟他们一起去交流，一起去这个学习。当你一个人学习的，可能你觉得孤单；一群人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动力。对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好事呢，就是说，往往有时候我们讲究一个叫 learning by doing。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事必躬亲才能亲知，对吧？
所以呢，你就是有些时候，当你觉得一个事情很重要，你很想去做的时候，最好的事情是让它去发生，然后你参与到其中去，你去通过去做，边做边学的方式，而不是说我需要去看进这个领域的前10本书，然后去学完多少门课，我才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学习，会更有效率，更有的放矢。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可能有时候就要涉及到，比如像王晶刚刚提到的，要善于使用工具，对吧？然后还要善于知道什么样的人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源啊，什么样的这个pointers 能够你能利用起来，对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这跟做学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还是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你说兴趣也好，你说 passion 也好，你说这个 taste 你的品味也好，就是你有你自己真正 care 的东西。当你真正做自己很在乎的事情，很有激情想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自然你的学习的这个动力啊，这个效率啊，各方面，我觉得是比那种做一个你并不感兴趣的东西会要好很多的。所以就是 follow your heart，然后 follow 这个好人好事，对吧？ OK，就是 passion，然后再加上 hands on，然后在整个一个解决过问题的过程当中获得了这个新知，然后当然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嘛，然后就会慢慢产生一个心流的一个状态，就会比较 enjoy 这件事情，就 enjoy your life。虽然听起来很鸡汤，但其实是通过慢慢的是这样，让自己的这个人生，无论是工作，除了真正拿到 paycheck 之外，然后再上升一层，会觉得有意义。整个的这些 dots，我回头一看是能连起来的。OK OK，成，那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过去这个1小时的时间与我们这些这个分享，也谢谢其他与会的这个小伙伴们。好，那我们第2期就到这儿结束了，下期再见，拜拜。